同一天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也出来表示，美对台政策并未改变，一中政策仍发挥作用。其实，在亚太政策或印太政策方面，真正的决策者，除了拜登总统以外，是 Campbell， 是坎伯，因为他家是美国白宫国安会的亚太的印太事务的总监，他说了才算，所以他刻意出来讲的话了，就是美国政策没有改变，那个政策就是美国是不支持台独，所以国务院的这个动作，其实坎伯讲一句话就烟消云散了，所以显然拜登这个时候还是认为美国要跟中国大陆维持稳定的关系。对于美方接二连三搞事情，中国外交部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，恪守在台湾问题上向中方做出的政治承诺，把拜登总统有关美不支持台独表态落到实处，停止借涉台问题搞政治操弄，搞以台制华。随着中期选举临近，美方打台湾牌越发频繁。5月20号至24号，拜登即将访问韩日，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亚洲行。在日本期间，拜登还将与澳大利亚、印度和日本领导人召开四方安全对话。值得警惕的是，被称为亚洲小北约的四方对话，此前的会议上就将台海作为重点议题讨论，并扬言牵制中国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台媒周六突然爆料称，9名美国共和党籍众议员日前联名致函，呼吁拜登考虑加入窜访台湾的行程。信函内容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论，又称大陆方面威胁区域和平与稳定等等。他们认为，若要展现美国对台承诺坚若磐石，建议拜登亲自赴台，并与蔡英文当面谈论如何深化安全与经济联系。事实上，长期以来，除了中方公布的制裁黑名单上的反华急先锋卢比奥、科鲁斯等人之外，美国国内还存在一批企图打台湾牌的政客。这次写信的9人中，汤姆·蒂凡尼也算是代表人物之一。去年2月，汤姆·蒂凡尼等人就曾提出过一个议案，公然呼吁白宫放弃一中政策，公然为台独势力张目。去年7月，蒂凡尼又伙同科特·佩里等人叫嚣禁止美国国务院花钱制作、采购或展示任何将台湾划成中国一部分的地图，并打包进2022财政年度国务院对外行动和相关计划拨款法案。但最后相关文字表述被修改为禁止不正确标示。有美国媒体评价称，相关修改又回到模糊的原点，以避免违反美方的一中政策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去年年底美方召集的所谓全球民主峰会上，台方代表唐凤企图展示台湾为绿色的地图，但美国国务院掐掉这一画面。有观察指出，共和党议员这次要求拜登去台湾有逼宫的意味，企图给台海局势再增添混乱。因此，外界也对拜登如何接招高度关注。但截至目前，白宫方面并未回应。外界注意到，4月时，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宣称将要赴台，但启程之前又宣布因新冠检测呈阳性而取消行程。当时中方发出严厉警告。国委员兼外长王毅表示，美国国会众院议长作为一国政要，如明知故犯窜访台湾，将是对中国主权的恶意挑衅，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，将对外发出极其危险的政治信号。如果美方一意孤行，中方必将做出坚决反应，一切后果由美方承担。首先，拜登真正访问台湾的概率并不大，但是拜登一定会继续推行以台制华的政策。美国对台湾一定会以意识形态为主题进行拉拢，同时从非安全议题入手，或者叫低级政治议题入手，来推动向更高级的政治议题或者叫安全议题和台湾的紧密合作，不断的试探中国大陆对于台湾的问题的底线。